三丫被反锁在家里，安稳了。但三丫的安稳是假的，反而使斗争升级了。他有他斗争的哲学与武器。三丫不吃了，不喝了，绝食了。这是最没有用的办法，却也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杀手锏。我就是不吃，你看着办。你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饿死。孔素贞的这一头倒是没有慌张。素贞想，好，丫头，你不吃，拉倒，不是我不让你吃的，是你自己和灶王爷过不去。我倒要看看是你硬还是灶王爷的手腕子硬。想和灶王爷唱对台戏，你板眼还没数准呢。饿一饿也好，古人是怎么说的？饱暖思淫欲，等你耗空了，饿瘪了，你再想骚也骚不动了。到那时候我再收拾你也不迟，迟早要杀一杀你的锐气。不吃，你不吃，我替你吃，我就不信我还撑死了，我还不信了我。三丫不吃不喝，孔素贞不愁。孔素贞愁的是怎样尽快地把三丫拉到佛的这条路上来。只要三丫见了佛，信了佛，他的心里就有了香火，慢慢的就安逸了。接下来什么事都会顺遂。孔素贞能把日子一天一天的熬到现在，靠的就是心中的香火。要不然这么些年的羞辱早死了几十回了。虽然国家严令不许信佛，但佛还是有的，佛还是要信的。可是无论孔素贞怎样偷偷的磕头烧香许愿，三丫就是不信，油盐不进。看起来这丫头的缘分还是未到，要不就是她没有慧根了。这样拖到第3天的下午，三丫的动静来了，好好的无端端的微笑了，还十分的诡秘，甜滋滋的。孔素贞以为丫头想开了，说：丫头想吃了，妈给你做一碗面疙瘩。三丫支起自己的胳膊要起来，却没有起得来。三丫望着自己的手指头，文不对题地说：我该喂奶了。孔素贞愣了一下，说：丫头你说什么？三丫却笑，细声细气地说：乖。孔素贞心里头一凛，趴到三丫的跟前，把自己的脑袋一直靠到三丫的鼻尖儿。孔素贞慌慌张张地说：丫头你看着我。三丫缓慢地抬起眼睛，瞳孔却不聚光，就这样和孔素贞对视了，13不靠，像烟。孔素贞倒抽了一口冷气，拉紧三丫的胳膊，连声说：丫头啊，不能吓你妈妈。三丫在微笑，幸福的缺心眼儿了。三丫被鬼迷住了，一定是被鬼迷住了。这个鬼不是别的，只能是狐狸精。孔素贞平日里只相信佛，佛是正念，按理说不应该相信这些，可事到如今，信与不信都很次要了。当务之急是赶紧在家里把狐狸精捉住，赶走，这样三丫才能有救。情急之下，还是想到了许半仙，这还难办了。孔素贞和许半仙不和，用孔素贞的话说，压的不是一个运。要说许半仙在王家庄可是一个乒乒乓乓的人物了。这个女人一个大字都不识，却有一肚子花花绿绿的学问，黑白红黄什么都懂，什么样的道理她都可以对你说一通。尤其精通的是天地鬼神，要是细说起来，这些都是他的童子功了。许半仙年幼的时候就跟在他的父亲后面浪迹江湖，没有一分地，没有半间屋，就靠一张嘴巴养活了他自己的嘴巴。他什么都不是，唯一的身份就是人在江湖，江湖哺育了他。
许半仙从小就磨练出了一种常人罕见的卓越才华，除了睡觉，一张嘴永远在说，一直在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上什么山砍什么柴，下什么河喝什么水。王家庄还有谁没有听见过许半仙说话呢？他不只是利索，还正确，永远正确，完全可以胜任县级以下的党政干部。既然许半仙一直站在正确的一面，那错的只能是别人，而这一点他早就看出来了，早就说过了，你们就是不信。所以这么多年来，许半仙一直是王家庄的积极分子，什么事都参与，什么事都少不了他。但是许半仙对人间的事其实是不感兴趣的，只能说是强打精神。他真正感兴趣的不是人，而是鬼，是神，是九天之上和五阳之下。在与人斗的同时，许半仙与天斗，与地斗，与鬼斗，与神斗，与夜间出没的赤脚大仙和狐狸的尾巴斗。许半仙呼风唤雨，遇雷架电，从8000里高的高空一直斗到8000里深的地狱，从500年前一直斗到300年后。最关键的是，许半仙依靠难以理喻的空前绝后的智慧，神秘的、不可思议的、无师自通的，掌握了斗争的武器，也就是语言。他精通天语，能够与上苍说话；他精通地语，能够与泥土说话；他同时还精通鬼语、神语。经过他的开导、劝说、许诺、威逼和恐吓，赤脚大仙与狐狸精屁滚尿流，一直躲在某一个黑暗的角落。在许半仙长期的和愉悦的斗争中，王家庄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而狐狸精和赤脚大仙们则一天一天的烂下去了。许半仙战无不胜，是一个常胜的将军。某种意义上说，许半仙的存在捍卫并保证了王家庄，他使王家庄的许多人有了寄托，有了安全，有了私下的秘密的精神保障。孔素贞偏偏瞧不起许半仙，甚至可以说结下了梁子。在孔素贞的眼里，这个女人不是她娘的正调，一点周正的样子都没有。40开外的人了，没做过一样正经的事体，完全是一个女混混、女流氓，把式样子，连走路都走不好，横七竖八，胳膊和腿东一榔头西一棒，不是母螳螂就是雌螃蟹。孔素贞看不惯，不理她。在孔素贞看来，这个女人一不下地，二不务农，三不顾家，是一个连讨饭都讨不好的邋遢货，还好吃懒做，坑蒙拐骗，完全靠装神弄鬼来骗吃骗喝，天生就是一个寄生虫，属于地痞，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专政。可是有一样孔素贞是比不了的，许半仙穷，比贫农还更胜一筹，在划分成分的时候被定为了雇农，这一来他在政治上就有了先天的优势，成了人上人了。最让孔素贞忍受不了的是许半仙在批判孔素贞的大会上胡吹乱说，一有批斗会他就来了，唱戏一样，数来宝一样，活抠屎乱放屁，还有鼻子有眼的，弄得像真的一样。他就是有这样的本领，就算是放屁，他也能比旁人放得响，还合着押韵，臭、悠扬，有要命的鼓动性，大伙儿都喜欢。可别看许半仙那样风光，孔素贞又是这样不济。在做人的这一头，孔素贞比许半仙还是多了一口气。这个没办法，打娘胎里头带来的，这一点底气孔素贞是有的，许半仙想必也知道。孔素贞和许半仙真正结下梁子，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那会儿。那会儿破四旧抓得紧，佛事一下子做不起来了。
但是在王家庄一直有个地下的组织，在还俗和尚王世国的带领下，偷偷摸摸地坚持做佛事。他们有了秘密的串联，每过一些日子，他们就要鬼鬼祟祟的集会，鬼鬼祟祟的约定了夜里的时辰、地点，在鬼鬼祟祟的燃香，鬼鬼祟祟的画纸，鬼鬼祟祟的磕头，鬼鬼祟祟的做供奉。许半仙不知道从哪里嗅到蛛丝马迹了，要参加。许半仙说他也是闻着香火长大的。孔素贞心里头一阵冷笑，心里头说，你听听，他也是闻着香火长大的，香火是供奉给佛的，你怎么能闻？旁门左道的马脚露出来了。孔素贞在稻田里找到了王世国，把他拉到了水渠的边上，表态了，不能够。这里头孔素贞其实是夹了一点私心的。孔素贞拉下脸来说，许半仙底子龌龊，不是一个虔诚的人，可以说是赌气了。说到底也不是赌气，而是怕这个女人的舌头太长，把好端端的事情给败露了，那就什么也做不成了。孔素贞这辈子也不想与许半仙这样的邋遢婆娘搭讪，一句话都不想和她搭讪，瞧不起她。可是世事难料啊，谁能想到三丫给鬼迷住了心窍呢？老话是怎么说的？山不转它水转，有什么办法呢？孔素贞厚上脸求他去了。人的脖子为什么要长这么细？就是为了好让你低头。那就低吧。许半仙在巷口插在一条凳子上，两条腿分得很开，正吼巴巴地啃着玉米杆子。玉米的杆子有什么好啃的呢？这就要看了。如果光长杆子不结玉米，养料就跑到杆子里去了，很甜，滋味比甘蔗也差不到哪里去。许半仙一边咬一边嚼，渣子吐得一地，可能是牙缝被塞住了，正在用指甲剔牙，吊着鼻子，歪着眼睛，满脸的皱纹，都到一边开会去了。孔素贞望着他，想起了三丫，敛住一身的傲，开口了。孔素贞尊了一声大妹子。许半仙张大了嘴巴，左看看右看看。孔素贞笑着说，喊你呢。许半仙吐了一口，十分麻利地从板凳上蹦起来，一脸的笑，抽出屁股底下的凳子，用衣袖擦了一遍，递到孔素贞的身边。孔素贞说，大妹子你坐。孔素贞到底讲究惯了，人倒了架子不散，即使在低声下气的时候，也还是拿捏着分寸。孔素贞说，大妹子有事情要请你帮忙呢。许半仙说，只要能做得到。孔素贞叹了一口气，不知道怎么开口。许半仙说，身子不爽。孔素贞说，非也。许半仙琢磨了孔素贞半天，不明白。孔素贞说，怕是家里头不干净，有了脏东西。许半仙把眼皮子翻上去，眨巴过了，明白了。脏东西是什么？别人不明白，他一听就懂了。许半仙丢下半截子玉米杆，挺出手指头，指了指巷口，说，带路。许半仙刚走进孔素贞的院子，孔素贞即刻就把天井的大门掩上了，拴了。进了东厢房，孔素贞说，是三丫。许半仙走到三丫的跟前，看了两眼。孔素贞说，已经2-3天不吃东西了，净说胡话。许半仙问，是吃不下还是不肯吃？孔素贞说，不肯吃。许半仙问，为什么？孔素贞不说话了。许半仙的表情已经很严厉了，几乎是命令，说，姓孔的可不能瞒我，说出来听。孔素贞只好说了，事情也不复杂，端方想和三丫好，孔素贞不同意，丫头就不吃饭，就这样。
许半仙听着听着，好好的却来了大动静，腰杆子却慢慢的僵了，直往上挺。最要命的还是他的眼皮子全翻了上去，眼珠子白得吓人，哗啦一声瘫在了地上。这一切来得太过突然，一点预备都没有，一点过渡都没有。厉鬼实实在在的已经附在许半仙的身上了。许半仙在三丫的东厢房里四处打滚，疼极了的样子，快要死了。刹那之间，孔素贞就相信了，不是自己多疑，家里头确实不干净，是真的有鬼。恐惧一下子袭上了孔素贞的心头。许半仙躺在地上打滚，这一刻他已经再也不是许半仙了。你既可以把它看成这个世界的终结，又可以把它看成另一个世界的起始。它是阴阳两界神秘的交汇，一半属于阳间，一半属于地府，一半属于人，一半属于神，一半属于鬼，一半属于仙。复杂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许半仙开始了他的殊死搏斗。他低声地呼叫着另一个世界的口号，那是一种类似于猫叫和驴叫的语言，阴森并且颤抖。他不光叫，同时还用烟火、芝麻、草纸、大麦、麻绳、筷子、鞋底、唾沫、马桶盖和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手势做武器，把它们团结起来了。团结就是力量。许半仙用这股宏伟的无坚不摧的力量与脏东西开始了一场猛烈的拼杀。堂屋里烟雾缭绕，洒满了乱七八糟的碎末。许半仙把孔素贞家的大米舀了出来，白花花的撒在了地上，然后用火钳子在大米上比划，画出了许多古怪的神秘的线条和图案。依照这个图案，许半仙精确地破译了厉鬼的方向和位置，在一个墙洞里，就靠近房门的左侧。从表面上看，那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鼠洞，其实不是。许半仙捂紧了墙洞，慢慢张开了巴掌，运足了力气，全力以赴，依靠掌心强有力的吸引，厉鬼被一点一点的，却又是无影无踪的吸出来了。从许半仙的动作来看，厉鬼的身体是条状的，类似于一根绳，类似于一条蛇或者黄鳝，当然要长得多。许半仙把厉鬼的身体绕在胳膊上，开始了他的诅咒。他的诅咒同样类似于猫叫或者驴叫，其实是宣判了。从许半仙的表情和语气来看，他判处的是死刑，绑赴刑场，不需要验明正身，立即执行。他的瞳孔里流露出了专政的坚决。许半仙突然跳了起来，打太极拳一样，把厉鬼的身子拉长了，拉得更长，然后把他的身子打成了一个结，是死结，牢牢地打上了。厉鬼在地上呻吟，孔素贞已经听到了厉鬼的尖叫了，因为许半仙正在为厉鬼的呻吟配音。许半仙一不做二不休，他拿出了一根针，把厉鬼的嘴缝上了。经过一番高科技的挤压，厉鬼的身体一点一点地变小了，小到一只纽扣的长度。许半仙从衣服上面扯下一只纽扣，手里的针线在纽扣的四只洞眼里迅疾地穿梭。最终，厉鬼被活生生地缝到纽扣的洞眼里去了。到了这个时候，许半仙歇下来了。他打了一个嗝，这个嗝是一个标志，说明他恢复人形了，他又是人了，又是许半仙了。一头的大汗。孔素贞极不放心，十分巴结地说：“大妹子，大妹子。”
许半仙坐到凳子上，翘好二郎腿儿，说：“倒茶，加糖，加红糖。”这是人话，孔素贞听懂了，立即照办。许半仙却没有喝，而是把嘴里的红糖茶喷了出去，雾一样阴开来了。孔素贞的注意力现在在那只纽扣上，不放心地问：“大妹子，把纽扣烧了吧？”许半仙说：“糊涂，不能烧，不能用一般的火，有专门的火。一般的火越烧，它的力气越大，反而留下了后患。”许半仙把纽扣放进口袋，准备治疗三丫了。这是一项更为细致、更为复杂的工作。孔素贞到底不放心，指了指老鼠洞，提醒许半仙说：“要不要堵上？”许半仙说：“不要，那是一间空房子。”孔素贞还是不放心，又不好多说，面有难色的样子。许半仙从头上拔下了一根头发，烧了，对准老鼠洞吹了一口气儿。许半仙说：“行了。”三丫正在昏睡，许半仙看了三丫一眼，当场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三丫的头被厉鬼动了气，很疼，所以迷住了。许半仙后退了一步，站得远远的，他要给三丫拔。简单的说，就是把三丫脑袋里的藤给拔出来。许半仙的双手在空中对准三丫的脑袋摸了几下，找准位置了。开始了，他拔一下，甩一下，再拔一下，再甩一下，就这样拔了上百下，甩了上百下，三丫脑袋里的藤被许半仙拔出来了，摔得满满的一地。孔素贞立一旁，十分担忧地看着。许半仙命令他出去，孔素贞不肯。许半仙说：“小心我把藤甩到你的身上去。”孔素贞想了想，还是出去了。许半仙端起了茶碗，把他的嘴巴一直贴到三丫的耳边，悄悄说：“三丫，端方叫我来，他让我给你送红糖来了，你尝尝，甜不甜？”许半仙把手指头伸到了红糖茶的茶碗，蘸了一下，随即把指头塞到三丫的嘴里。三丫咂了咂嘴，甜的。三丫的眼睛一点一点地睁开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喘着气说：“端方呢？”许半仙抹了一把眼泪，说：“好闺女，她好好的。”许半仙抱起三丫，把三丫的脑袋搁在自己的胳膊弯里，说：“端方让我告诉你，你要听话，来，咱们喝。”丫头，你怎么也不想想，你死了，端方还怎么活？许半仙伤心了，眼泪吧嗒吧嗒的直往三丫的脸子上砸。三丫一阵揪心，撑起身子，努力了，用她的嘴唇找碗，竭尽全力喝了。孔素贞进门的时候，三丫正躺在许半仙的怀里，一口一口的静悄悄的喝，乖得像一个婴孩。三丫喝完了，正在喘息，孔素贞的眼睛就这么和女儿的目光对视上了。1个小时之后，三丫望着自己的妈妈，吐出了2个字：“妈，吃。”孔素贞熬的是面糊糊，满满的盛了一海碗，端了进来。许半仙看见了，把大海碗重新端回了厨房，回锅了。许半仙对着大铁锅吐了一口唾沫，再一口，又一口，一共9口，搅拌过了。这是有讲究的，他的唾沫里头有深刻的保障和神秘的安全性。许半仙这才盛了小半碗，严厉地对孔素贞说：“就这些，你要数好了，分72口吃下去，多一口不行，少一口也不行。”孔素贞的心口一阵热，反而把碗放下了，
回到房间，从床底下掏出了一张1块钱的现钞，已经发霉了。孔素贞把发霉的1块钱现钞塞到了许半仙的手上。许半仙拉下脸来说：“素贞，你这是哪一出？”孔素贞说：“大妹子，你的大恩大德，我没法谢你。”许半仙推开了，说：“收起来。”孔素贞急了，连忙说：“你这是做什么？”许半仙淡淡地说：“普度众生，就是为人民服务，怎么好收你的钱？”许半仙从厉鬼的手上把三丫的性命抢了过来。三丫到底年轻，没几天的功夫也就恢复了。但是恢复过来的也不只是力气，还有他满腹的心事。三丫倒是肯吃饭了，骨子里头却是这样的一种心思：他吃饭不是为了自己，说到底还是为了端方。许半仙说的对，你死了，端方怎么活？为了端方，三丫什么都可以做，又何况几碗饭呢？然而好几天过去了，三丫再也没有端方的消息，而端方也没有托许半仙带话过来。这就很叫人惆怅了，越想越叫人不安。三丫又开始了致命的焦躁。三丫终于忍不住，趁着许半仙过来探望，他把许半仙拉到了一边，悄悄说：“许姨，端方呢？他怎么样了？怎么也不带个话过来？”许半仙什么都没有说，却命令孔素贞出去。等孔素贞走远了，许半仙从三丫的家里找出了2样东西，菜刀还有锥子，咣当一下拍在三丫的面前。三丫说：“许姨，你这是做什么？”许半仙大声说：“你不是想死吗？”许半仙巨大的脾气可以说突如其来，一点征兆都没有。三丫说：“许姨，你这是做什么？”许半仙说：“呆丫头，你还当真了？你死我帮你，是劈死你还是捅死你？反正比饿死痛快。我可告诉你，你死了，这个世界上什么也不缺，天还在高处，地还在低处，哪儿都是好好的。你死，往脖子上一抹就行了。我要是拦着你，我是你生的。”三丫坐在床框上，盯着许半仙，慢慢的，似乎被说动了。三丫的目光一点一点的暗淡下去，胸脯却活跃起来了，鼓动了，迅速的挺起来，又迅速的沉落下去。与之相配的是三丫的鼻息，粗得很，直往外喷。三丫把手扶在了箱子上，许半仙以为三丫要动刀子了，三丫却没有，站起了身子。三丫一个人走出房间，却去了厨房，揭开锅盖，操起锅铲，就着锅铲起锅里的山芋饭，一股脑儿捂在了嘴上。三丫拼了命地往嘴里塞，噎住了，眼泪水都溢出来了。三丫回过头来望着许半仙，突然笑了。橙黄色的山芋粘在三丫的嘴上、脸上，酷似一条正在吃屎的狗。三丫含含糊糊地说：“我偏不死，我要吃，我偏偏就不死。”丫头，我告诉你。许半仙靠在厨房的门框上说：“我偏不死，我就是要吃，我偏偏就不死。”许半仙像数快板一样说一声，拍一下巴掌：“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愿在世上哀，不往土里埋。好男不和女斗，好女不和饭斗。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人在岸上走，船在水中游。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进一步地动山摇，退一步海阔天空。男人嘴馋一世穷，女人嘴馋裤带松。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1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偏不死，我气死你！丫头，我告诉你，好死不如赖活，寻死不如闯祸。我偏不死，就要吃，我就要吃，我偏不死。
三丫被锁在家里，一点都不知道王家庄发生了什么。其实一件大事正在向王家庄逼近，要地震了。伴随着地震的来临，王瞎子突然成了王家庄的风云人物了。村子里的人一下子想起来了，可不是嘛，王家庄是有个王瞎子的，老光棍吴保户呢。要是细说起王瞎子这个人，有意思了。这个人相当的具体，即使是一个孩子都可以准确的、生动的描述他的形象。肩膀斜斜的，弓着背脊，两只眼睛宛如脸上的两个洞，深深地凹陷在鼻梁的两侧，而眉毛离得很远很高，有事没事都要一挑一挑的。可是这个人同时又是那样的模糊，近乎虚无。你要是问他叫什么名字，没有人知道，似乎天生就叫王瞎子。你要是再进一步问他多大岁数了，这个就更难了。反正也就是50出头，80不到吧，有一把岁数了。王瞎子在王家庄属于这样的人，有也像没有，没有其实又有。他要是哪一天死了，你会说死了？于是大家都知道了，王瞎子死了。不过王瞎子还没有死，活得好好的，人们怎么突然议论起王瞎子来的呢？主要还是有关地震的消息传来了。消息一到，王瞎子就出现了。反过来说也一样，王瞎子刚刚出现，地震的消息就传播开来了。王家庄的人们始终有这样的一个印象，王瞎子是和天文与地理，也就是和地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好像这么些年，王瞎子一直在外面飘荡，一直在从事天文与地理的研究，一有了成果就回来了。当然了，这只是一般性的感觉，事实上王瞎子哪里也没有去，一直就在王家庄。但人们还是集中在杨桥的桥头，把王瞎子围住了，听他讲地震的事情。关于地震，王瞎子有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理论，可以分成地质、地貌、地表、运动等几个逻辑严密的学术分章。简单的说，王瞎子认为大地最早是由中国人发明的，并不大，然后一点一点往外长，因为越长越宽，越长越长，这样就生长出了许许多多的国家，也就是外国。现在还在长着呢，没长到一定的时候，最中心的地段，也就是中国，就会承受太大的力量，咔嗒一声就是地震了。地震是好事，它表明了中国对世界又做出了一份伟大的贡献，这就是地震的原因。那么地震来了是什么样子的呢？王瞎子问。王瞎子自答了，他说地震来的时候，大地就会像水面一样哗啦啦哗啦啦的波动，这个时候你不能慌，你要躺在地上，鼻子朝上，大口大口的吸气。如果你不会游泳不要紧，你跟在牛的后面，抓住牛的尾巴，一切就都好了。没事的，没事。王瞎子的理论仅仅用了1个小时，就在王家庄传播开来了。人们是惊慌的，但同时又特别的自豪。道理很简单，王瞎子的学说伴随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具有爱国主义的倾向。这一来，王家庄的人们就喜欢了。一般来说，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和民族感情与爱国主义扯上边，王家庄的人们就坚决拥护，在这一点上绝不含糊。地震在大的方向上是革命的、进步的、先进的。王瞎子的学说已经充分地阐明了地球的来历，揭示了历史的真相。地球不是别的，它是中国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地震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所做的牺牲。地震悲凉、高尚、
具备了国际主义的胸怀。作为一个中国人，承受地震是值得的。如果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能够实现，那么就让地震来得更猛烈些吧。吴曼玲刚刚从中堡镇开完了地震工作电话会议，一回到王家庄，就听到了遍地的谣言。经过一个下午的传播加工，王瞎子的新理论已经面目全非了。比方说，关于地震，村民们是这样说的：前不久刚刚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会议决定地震。就在做出地震这个重要决定的时候，中国代表举手发言了。中国代表再三恳求把地震放在中国，因为中国的地大，因为中国人民在与天斗与地斗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个工作必须要由我们来承担。中国人民只要团结起来，完全可以把地震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吴曼玲听到这样的传言，非常生气。经过及时有效的排查，找到根由了。谣言的总司令是王瞎子。吴曼玲拍了桌子，叫人把王瞎子抓起来，带到大队部。考虑到王瞎子是个瞎子，没有绑他。正因为没有绑，王瞎子得意了，款款的，不慌不忙的把自己弄成了奔赴刑场的革命烈士。他的身后跟了一大群的人，像拥挤而又肃穆的游行队伍。王瞎子走到吴曼玲的跟前，就像是看见了一样，停住脚，站稳了。大队部围满了人，当着众人的面，吴曼玲对着王瞎子就是一阵厉声呵斥。他警告王瞎子，他要是再敢胡说八道，就把他关起来。王瞎子抬起头来，闭着眼睛笑了。他的笑容里有了挑衅的内容，同时还有了打持久战的精神准备。王瞎子反问吴曼玲说：请问吴支书，那你说说看，地球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大了，带有空穴来风的性质。吴曼玲一时没能说得上来。好在吴支书是一个处惊不乱的人，他穿过大队部门前的广场，看了看河里，顾先生划着他的小舢板过来了。吴曼玲派人把顾先生叫上来，拖到了王瞎子的面前。听完了情况介绍，顾先生开口了，一开口就显示出了他的立场，他是坚决站在小吴支书这边的。顾后说，王瞎子的话是错误的。顾先生抬起头来，开始科普了。他打起了手势，把双手抱成了一个球，说，简单的说，科学的说，地球它是圆的。王瞎子说，放屁。顾先生的脸一红，说，你不要骂人。王瞎子说，我没有骂人，你就是放屁。顾先生说，这是科学，你是不懂的。王瞎子转过脸来，他要争取群众。他问大伙儿，他说地球是圆的，谁看见了？人群里一阵骚动。顾后在等，他要等大伙儿安静下来。顾后说，你不知道，这个是看不见的，谁也看不见。王瞎子轻描淡写地说，看不见你还说什么？眼见为实，没看见就是放屁。顾先生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这有点有理说不清了。他瞥了一眼吴支书，顾先生怎么也弄不明白，他的理论水平不低，怎么和贫下中农一交锋，他就被动的呢？顾先生很生自己的气，同时也生王瞎子的气，嗓子大了，地球就是圆的，你说地球不是圆的，你看见了？吴支书背着手笑了，这就对了嘛，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过顾先生的这句话有点不厚道了，对一个瞎子这样说总归是不厚道的。看起来这个书呆子是气急败坏了。王瞎子沉默了，
慢慢抬起了下巴。因为眼睛是闭着的，所以他的下巴就格外的傲慢，格外的有力，体现出捍卫真理的绝对勇气与绝对的决心，是誓不罢休的。王瞎子平静地说：我看见了。顾先生没有料到王瞎子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不是耍流氓吗？这不是滚刀肉吗？这不是耍泼皮吗？顾先生很尴尬了，越发不厚道了，连说话的口气都挖苦了。顾先生也要争取群众，对王瞎子说：你看见了，那你告诉大伙，我是胖子还是瘦子？你说。王瞎子挑了挑眉毛，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来：我看见你的身上有鸭屎的气味。人群里爆发出了笑声，是开怀的大笑。这就是说，王瞎子的统战成功了，同时把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一下子占据了上风。在王家庄有这样的一个传统，谁说的对，谁说的错，这个不要紧，一点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谁有能力把说话的气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谁掌握了气氛，谁的话就是对的。真理就是气氛，真理就是人心。王瞎子知道自己胜利了，却得理不饶人，痛打落水狗了。他追问说：你身上有没有鸭屎的气味？有没有？有没有？王家庄的人们一起起哄了。顾先生站在那里，又羞又气又急，不会说话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够回应王瞎子。这个问题马克思没有说过，就连毛主席也没有说过。吴曼玲放下胳膊，抱起来了。他把眼前的一切看在眼里，失望极了，摇了摇头，失望极了。心里头想，知识分子不行，指望不上的。秀才造反10年不成，看起来一点也不错。吴曼玲接过话来，冲着王瞎子大声说：现在的首要任务是防震抗震，是党的任务，全国的任务，听你的还是听上级的？王瞎子4两拨千斤了，低声反问说：我什么时候说不防震不抗震的？我什么时候说的？我是个五保户，是王家庄养活了我，就算是地震把我震到美国去，我还是要说王家庄好。王瞎子的这几句话说得好，还动了感情，深入人心了。吴曼玲审时度势，带头鼓起了掌，大伙儿也一起鼓掌。大队部的门前响起了热烈而又持久的掌声。这次自发的群众会议在意想不到的情景下达成了一致，无疾而终。大会到此结束。这次会议之后，王瞎子成了真正的权威。在未来的日子里，人们时常能看到这样的情景。关于地震，人们并没有团结在大队部的周围，罕见了，而是自发的、自觉的来到了王瞎子的茅棚前面。他们更愿意相信王瞎子。这一来，吴曼玲被动了，她的指示没有人响应。不管吴曼玲在高音喇叭里怎样号召社员同志们搭防震棚，人们就是不听。他们会游泳，当地震来临的时候，从家里头游出去就是了。吴曼玲没有办法，只能召开现场大会，效果还是不显著。这么大热的天，谁愿意在防震棚里头活受罪呢？当然，时间久了也没有震，人们对地震也就进一步淡漠了。吴曼玲想了想，还是搬回到大队部去了。